这是穿越了，我穿成了大晋王朝权倾朝野的北凉王。不过看这情况，再不反击就真要凉了。王爷，怪只怪您挡了太师的道。皇上赐您这杯鸩酒，您这北凉的10万兵权，太师便笑纳了。安心上路吧。杀藩王，诛九族，太师许了你多少银子，够买你全家老小的命？你敢抗旨？外边有50禁军，你逃不掉的！北凉王谋逆，皇上有旨，就地格杀，给我上！格杀本王？你们算过这笔账吗？北凉10万铁骑就在城外50里，本王今夜若死，明日10万铁骑扣关。你们这50个人，连同你们京城的家眷，就是太师推出来平息军怒的炮灰。为了1个月几两碎银的军饷，做这种满门抄斩的亏本买卖，你们长脑子了吗？更何况，你手里拿的真的是圣旨吗？大胆抢夺圣旨！大晋律法，凡诛杀正一品藩王，需内阁拟票，司礼监批红。这上面只有太师的私印，连个内廷诛杀都没有，这是哪门子的圣旨？你血口喷人！太师代表的就是……王爷说的对不对？验一验便知。内廷诛杀用的是陈年朱砂掺金粉，有淡淡的安神香气。这卷轴上的红泥，一股廉价的猪油味儿。假传圣旨，意图谋害北凉王，此乃死罪，拿下！王爷今夜杀人的手法干净利落，可一点也不像传闻中那个只懂花鸟鱼虫的废柴。死过一次的人，总会学聪明点。沈统领，你是要当这北凉的定海神针，还是要做太师的第2把刀？报，沈统领，北戎前锋3万，突然绕过蜗牛口，连破3城，兵锋距平阳不到100里了。蜗牛口两面绝壁是条死路，北戎的马蹄子怎么可能绕过去？除非有人给了他们这条干涸密道的图纸。为什么偏偏在今晚杀我？杀一个落魄藩王，手艺根本覆盖不了激起兵变的风险。除非原主手里有让他们破产的铁证，他们卖了北凉的边防图，这是一场为了掩盖内幕交易的灭口。平阳若是丢了，北凉这盘棋就彻底死了。给我1匹马，1队人。百草解毒丹，只能压制，不能根除，吃一次伤一分根本。想活命，自己去祁连山里找北域韩愈，选甲为100人，在府外待命。王爷，末将去叫军医，来不及。去灶台下面掏黑木炭，要烧透的，捣碎了兑水端过来，快！木炭那玩意儿喝了会死人的。去，死不了，那是火鸡肠能吸附毒素，这是军令。去。要是在现代，洗胃机5分钟搞定，真他妈受罪！王爷，北戎3万人压上来了，我们这盘棋是不是死局了？死局？3万打100，这盘子确实烂透了。按理说该直接破产清算，破产清算就是等死。但现在退无可退，缩乎是门艺术。既然有人想让我们死，老子就加10倍的杠杆陪他们玩把大的。走，去马厩。陆征，你带70人，把所有的王旗全给我打起来，火把多点1倍，走最宽的官道去平阳。王爷，这不是告诉北洋人我们在哪儿吗？我要的就是让他们知道，你们是诱饵，吸走他们所有的赤秀和视线。那您呢？剩下30人，熄了火把，把马嘴勒上，跟我走这条绝命小路。天亮前，我要在虎啸坡的必经之路上，用这30条枪捅穿他们3万人的大营。出发！都听到了，把旗都打起来，火把多点1倍，方圆10里的耗子都得知道，北凉王亲自去平阳犒军了。陆校尉，王爷带那点人去虎啸坡，能行吗？出发！那是北凉王的旗号，不是说他被刺死了吗？停！王爷，您的身体还有多远？按目前速度，天亮前能到虎啸坡。北戎军先锋呢？按探马消息，最迟明晚抵达虎啸坡。
30人分成6队，每队5人，一队制造动静，引开外围哨兵，其余5队从不同方向摸进敌营。这东西射程不远，但我们打的不是人，是粮草。弟媳，粮草着火了！目的达到了，记住，我们不是来当英雄的，而是让敌人睡不好觉的。将军，粮草被烧了3成，军心浮动。区区几十个北凉残兵，让我的3万大军停了1天1夜。传令，天亮后全军攻城，城破之日，屠城3日。城里的粮食、女人、金银，能抢到的都是他们的。城上的人听着，半个时辰开城投降，否则城破之时，鸡犬不留。太远了，够不着。左偏3度，仰角45，拉满攻放。下一个，投石机操作员，同样角度，右偏2度。诸位将士，知道这封信里写的什么吗？朝廷命我们不得抵抗，说北戎只是过境，让我们开棺放行。他们还说，如果本王抗命以谋反论处，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今天我们守的不是朝廷的旨意，是身后的人。我们为的是不让一个北戎鞑子踏入家门，不让妻儿沦为奴隶。杀！攻城！日出之前，城必破。听我的，就这么做。开城门，玄甲军跟我冲！不许跑！给我回来！玉蝶！王爷，赢了！损失多少？寿成兄弟折了6成，玄甲卫折了不下30。你们这次南侵，谁是主使？是可汗，可汗亲自下令。这我知道，我问的是谁给的边防图？我说，是你们朝廷里的人，具体是谁我们也不知道，但可汗手里有一份你们朝廷内部传出来的密诏抄本。王爷，京城那边怎么说？嘉奖、封赏，还说要为我请功，但粮草不齐，沿途关卡一律不得放行。粮草不够就去买，没钱就去赚。但在这之前，你们看这里，上月入库粮草3万石，出库2万8千，损耗标注2000石。但按照北凉军的标准，粮草运输损耗最高不超过3%，也就是900担，多出来的1100担去哪儿了？你敢私吞军粮！王爷饶命！是
是京城来的人逼我的，他们让我把粮草转到黑市，所得银两全部送入权臣府中。我就知道，权臣断的不是朝廷的粮道，是他自己的走私粮道。他想让我们饿死在平阳，同时靠黑市赚得盆满钵满。约沿途商会会长，就说北凉王有一笔生意要跟他们做，垄断平阳所有粮食交易，利润5-5分，但前提是帮我掐断权臣的走私线。这里能种东西，我决定留下一半兵力，在这里建立军屯，把这片荒地开出来，种粮食。京城来人了，召你入京述职。名为封赏，实为调虎离山。你若不去，就是抗旨。那就抗旨。称病，就说平阳一战毒伤复发，无法长途跋涉，拖得了一时，拖不了长久。所以我要趁这段时间做一件事。先生谈吐非凡，不知是哪里人？草民江州人士，家道中落，来北凉讨口饭吃。好。这是北凉约法，我要在这里先试行一套新规矩：人人平等，保护私产，有冤可诉，有功必赏。这些东西会给旧秩序带来多大冲击？你想过吗？王爷，今日查明的戏宗已有5人，但有1人查不出任何来历。前朝太子，顾先生有何高见？天下必正，根源不在制度，在人。皇权不下线，藩王各怀鬼胎，权臣把持朝政，归根到底，没有人愿意放下手中的刀。顾先生只说对了一半，人不愿意放下刀，是因为刀能带来比种地经商更多的利益。但如果有一天经商的利润超过了抢劫，自然就没人愿意拿刀了。这就是我要做的事，用商业代替战争，用规则代替暴力，让种地的、打铁的、做生意的都能比当兵的活得更好。到那时，刀自然就放下。那天入境的不是老奴，是我。朝廷在北，北戎在草原，中原有宿敌，南方是藩王，我们在北凉。河西走廊连接西域的咽喉，谁控制河西，谁控制铁矿石和战马。王爷，河西有北戎精兵5万，易守难攻，强攻的话，谁说我要抢攻？正面阳吸引注意，骑兵翻越北侧雪山，绕到后方。
王爷要翻雪山，这份地图或许有用。前朝曾有商队试图开辟这条路线。王爷要取河西，需要师出有名。权臣通敌证据原件藏在奸臣府密室里。我知道，我待过3年，知道密室位置。让我去。王爷若想还我什么，替我照顾好蓉儿，我的养女。顾叔叔，你削的竹篾太细了，飞不起来。上次那只是太粗，这次一定能飞。等顾叔叔这次回来，给你扎一只真正能飞的。能飞到云上面吗？能。拉钩。这封信，若我回不来，交给蓉儿，你自己回来给她。听好了，这次选拔标准，负重70斤，连续翻越3座山头，做不到的趁早退出。河西走廊连接西域的咽喉，谁控制河西，谁控制铁矿石和战马。互相检查，眼睛不舒服的抹炭灰，手脚冻僵的辣椒水揉搓。我的眼睛！雪萌，拿炭灰抹眼眶，不要直视雪面太久。王爷，我们翻过来了。大人，今晚的巡夜口令有变。王爷，顾大人暴露了，被困权臣府中，生死不明。传令，班师回营。我要亲自去京城。顾衍生死不明，我们不能等了。在平阳截获的密函已经足够。附上先帝密诏全文，清君侧，出师有名。我等为王爷马首是瞻。10大罪状，他陈烨这是把天捅了个窟窿。王爷，我们静观其变。话说那权臣通敌，竟将边防密图亲手奉上。内上！王爷，2则消息：其一，权臣在朝堂上接到弹劾联名，当场吐血；其二呢？顾衍先生被囚于权臣府密室，3日后问斩，是陷阱。青天大老爷，青天啊！我不需要你跪，你把地种好，多打粮食，就是最好的回报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我们有自己的地了。这酒谁备的？
定有人。谁派你来的？鬼面。王爷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蓉儿，顾叔叔让我把这个交给一个叫陈君的人。臣不负王爷，王爷亦请不要负这天下苍生。从今天起，她是我们陈家的女儿。从今天起，她是我们陈家的女儿。能做几个？37、38。厉害，我输了。看到那边了吗？那里的人缺胳膊少腿，但没有一个人躺着。一路在城外制造混乱，牵制城防营；二路在朱雀大街接应，保证撤退畅通；三路我亲自带，从下水道潜入权臣府。你伤还没好，二路需要你坐镇。王爷，三路从这里出水，与二路会合，听清楚了吗？听清楚了。如果天亮前我没回来，北凉交给你，照顾好蓉儿。你上次用这种眼神看我，还是10年前娶我过门那天。你变得越来越不像你。我夫君早就死在毒酒下了，对不对？你现在做的事，是在替谁还债？我不收一个死人的遗言。想交代后事，就活着回来，亲口告诉我你究竟是谁。晋升。密室有动静，封锁所有出口。换房的人来了，比预计早了半个时辰。杀出去！你是太子护卫出身，眼力不错，顾言以为在救天下。王爷快走！王爷，臣欠顾大人的，还了！不争，你给我活着出来！
王爷，快走！王爷，末将没死。王爷，刚接到的，从京城驿站发出，送往北戎。大人，这分明是内卫的笔注私印，事儿还没办成，他就要卸磨杀驴。他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去，把我的名帖送到督察院张大人府上，就说李某人愿为扳倒奸逆，做污点证人。仗没打，内部先垮了，但鬼面这种人不会罢休。他的刀法我领教了，下次再遇上，我和他账一起算。西边呢？西凉三郡最近不太老实。王爷，西凉太后娘娘家开始在边境制造摩擦，拒不让出水源。还有，鬼面的暗杀网络也在这片区域频频出没。西凉、鬼面，两个麻烦凑到一起了。水源是幌子，西凉是在试探我们的底线。至于鬼面，他不死就不会停手。这次，我不会再让他活着离开。下次换房找后勤换新的。你不能一个人扛，我也是北凉的王爷。北凉，我去，给我一队人！闭嘴！你伤还没好利索。敌人的口袋阵要收紧才有用，如果我们不救，他们反而没有外援可为，不如声东击西，逼鬼面自己开这个口袋。主力佯攻鬼面西线薄弱据点，他怕丢据点就得撤掉兵力回防，口袋一松，里面的人自己钻出来。
父王，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家。权臣倒了，各地出现权力真空，藩王们都在扩张，天下即将进入诸侯争霸时代。这里有个被称为铁血宰相的人，已吞并3个藩国，他是我真正的宿敌。他靠恐惧让人服从，我靠希望让人追随。迟早有决战那天。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。我们不称王，我们要打造一个自给自足的天下，钱粮循环如活水。打赢了再当皇帝，和还没打就称帝，是2个结局。记住，这片土地上有多少人想当皇帝，就有多少人想杀皇帝。我们不争那个虚名，我们争的是让天下人吃饱饭。王爷，他们动了戒备，还说从今天起1颗铁矿石都不卖给北凉。他们以为禁运是武器，但武器要看握在谁手里。去召集全北凉大商衙，我要跟他们谈一笔，让西凉自己把铁矿石送回来的生意。这不是做生意，这是打一场仗。我需要的不是利润，是让西凉矿山挖出来的铁，最后都按我们的价格卖给我们。从今日起，北凉全面改用新度量衡和新货币，边境开设自由贸易集上，只收北凉币，货物比西凉便宜2成。大人，我们只是想做个买卖的平民百姓啊！王爷出兵！王爷救生兵！此仇必报，但现在出兵，是替他们在错误的时机打错误的仗。给我3个月。3个月后，我要看见威力比现在大3倍的火药和最少3个被策反的西凉部族。王爷，第7次硫磺比例重新调配了，多加了1成。爆了！王爷，这次不是哑弹，还不够，我要的威力
是让葫芦谷里的铁骑连站都站不稳。你们北凉王真能保证战后不吞并我们草场？这是王爷亲笔，我要听你亲口说。战后，你们的草场依旧是你们的草场。北凉要的是贸易通道，不是奴隶。回去告诉你们王爷，第3个部族签了。国舅最近又劫了我们2个商队。他还能劫几次？什么？他的骑兵养尊处优惯了，我们断了他从西边运粮的路，很快，他的战马会比他的士兵先一步撑不住。75天了，还有15天。围点打援，小股精锐佯攻粮仓，国舅必率主力救援。他们的骑兵会在葫芦谷经过，火力要集中在他们最骄傲的骑兵身上，打破铁骑神话，西凉就不战而降。记住，这一仗不是为了杀人，是为了让还活着的人能好好活。点火。要杀就杀！国舅爷，打仗你不在好，但治理3郡，留着你比杀了你有用。征正宣还已久了，西凉军统一改编，待遇与北凉看齐。你保留商业利益，来北凉首府担任特别顾问。一个活着的富贵顾问，和一个死了的西凉王，你选哪个？王爷，人群里可能混着刺客。我知道。那还走这么慢？我儿子死在你手里，葫芦谷。他叫什么名字？阿力木，西凉铁骑第7营探曹队长。阿力木，第7营赤信队长。他战死前用身体护住了自己的百夫长。他是敌人，但也是好兵。王爷，西凉矿坑递来消息，西凉深处找到了你要的北域海域矿脉，已派人看守。西凉3郡土地，6成归王族和17部族所有，2成荒着，剩下2成才是百姓的口粮田。这是你们的旧制。祖制如此，你北凉管我们的地做什么？荒地全部开垦，王族保留3成土地，余下分给无地农民。部族长老保留原有牧场，但矿山和盐井收回公有。我去！你家的地以后不用交租。种了一辈子地，头一回。
拆不拆，迟早得拆。写的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就这几句，他也太猖狂了。猖狂？他是来摸底牌的。这个人我查了很久，他原本是竹中原州府一个通判，权臣倒台后天下大乱，他在乱局里崛起，做事风格和我截然不同。怎么个不同法？他用严刑验法，重农抑商，全民皆兵，短期内能凝聚力量，但代价是人心。800里加急，送往中原。你那封信回的倒是快。你知道？府里的事儿有几件能瞒过我？这个人不好对付。怎么讲？他和我一样，都想改变这个时代，但区别在于，他认为改变要自上而下强制推行，我认为要自下而上释放活力。所以你才搞集贤馆、军屯、自由贸易集市。你觉得他不懂这些？他懂，但他等不及。他认为让老百姓慢慢富起来太慢，不如用国家机器强行推动。这种方法又疼了。没事，老毛病。奉主公之命送达亲笔信。主公提议，你我两家结盟，东西夹击，共取江南。江南富庶，取之则天下可定。你们主公沃口不小，江南10几个藩王，他打算分我几个？盟约继承自然是各凭本事。你回去告诉你们主公，他的提议很好，但我拒绝。王爷不听听条件？不用听。结盟这种事，谁先占的地盘多，谁就说了算。我跟他现在势均力敌，结盟等于把主动权交出去。我还有个提议，不如我们签一份互不侵犯协议，彼此暂不交战，各自处理周边的势力，等天下大局定了，再坐下来谈。王爷此言，在下会如实转达主公。告辞。王爷，这人不可信。我知道，这份互不侵犯，他最多遵守1年，1年后他的军力更强，就会撕毁协议。那我们还签？因为我也需要1年。江南，谁能拿下江南，谁就掌握了天下最富庶的粮仓和商路。这场时间竞赛，我必须赢。东家，货都在这儿了。辛苦辛苦，走，先去客栈歇脚。东家，您这一路看了多少家了？37家粮铺，22家布庄，14家田庄，11家铁匠铺，6家船厂。您都记得？在你眼里是铺子，在我眼里是民生账册。今晚去聚贤茶楼，听说那里有商会秘密集会。赵会长，我干了10年，每年往各路藩王手里送的过路钱，比我家老小的开销还多3倍。我早就想问一句话：凭什么？北凉王说了，合作不是投靠，是大家一起做生意。他的条件：废除关卡，统一货币和度粮位，保护私有财产，商人可以参股国家建设。江南商会的商路、码头、仓库，从今天起为北凉开放。王爷，您觉得他们会同意？会。江南商人的苦，我比他们自己还清楚。他们不缺钱，不缺人，不缺路子，只缺一样，有人给他们撑腰。可他们就不怕我们是骗子，所以我不亲自去，让他们自己决定。人心这种东西，你越推，他越退；你留个空位，他自己会坐进来。又涨了，上个月才涨过。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这位新来的藩王光过滤费就加了60%，您算算，这一船货卖掉到我手里能剩几个子儿？
老赵，你昨天不是说这趟跑完就不干了吗？不干了，下个月去北边。北边去送死？送死也比在这被扒皮强。江南的水比北凉的深，但再深的水也挡不住想过好日子的人。这是第一批愿意合作的商人，36家，覆盖江南7州，其中有12家愿意出资，帮助北凉在江南铺设统一的货币兑换网络。初期需要10万两白银作为铺底资金，这笔钱按分红。这笔钱，北凉出一半，另一半，你们按出资比例占股。将来货币兑换产生的手续费收益，按股分红。我给你们画个图，废除各地关卡，统一货币和度量行，保护私有财产和商业契约，商人可以出资参与国家建设，并分享红利。这不是让你们投靠我，这是共谋天下生计。草民做了一辈子买卖，头一回有人告诉我，我赚的银子可以不只是我的，也可以天下的。这杯茶我敬王爷。江南商会的商路、码头、仓库，从今天起为北凉开放。盟主，我主公听闻今日有贵客，特地让下官带来一句话：两家争江南，各凭本事。但若僵持下去，江南百姓也受牵连，不如设一场赌局，谁先解了江南倭寇之灾，江南就倒向谁。陈王爷敢否？赌局可以，但规矩得定清楚。怎么算解决？好，老朽来当这个中人，谁先取得倭寇首领的首级，江南就与谁结盟。在场诸位都是见证，期限50日。喂，这人不对劲。当然不对劲，他笑得那么开心，说明宿敌那边早就开始准备了。走，今晚就开始干活。倭寇的根据地在东边的离岛上，他们靠季风航行，每年春夏2季最猖獗。眼下已入秋，风势减弱，正是他们捕猎最困难的时候。岛上兵力不清楚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倭寇的补给线很脆弱，他们靠劫掠沿海村镇和买通少数无良海商来获取粮食和水。一旦断了这2条路，他们就得退回岛上。那时候就看谁先扛不住。我要一批最快的船，能在近海作战，吃水浅，速度快。船工和造船材料，商会能调动多少？最快也要1个月。太慢，半个月。先租用现有渔船改造，我画个草图，你找最好的船匠。这船底这么尖，不翻吗？压舱物加重就行。这种船型阻力小，速度比普通渔船快3成以上。我要的竟是出其不意。宿敌派大军在海岸线被动防守，而我选另一条路，直捣核心。这是典型的陈岛战法，快、准、狠，不打消耗战，只打7寸。陆征带30人绕到后山，堵住退路。我带70人从正面冲进去，以火药包为号，正面第一声爆炸，后山就放火封路。江北倭寇首领斩于昨夜，首级在此，请盟主验明正身。
老朽之前说过，17天，从江宁出发到倭寇首领伏诛，他只用了17天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可以安心出海了。北凉的船队会在这片海上巡逻，倭寇来一个杀一个，来2个杀1双。王爷，宿敌派来驻脚的水师还在半路上，他那边的人今天一整天都没有露面。依老朽看，他怕是不会善罢甘休。我猜到了，他这次输掉的不只是江南，他输掉的是天下人对他那个变法强国招牌的信心。这是江南7州12藩的联名归附书。老朽年事已高，这个盟主早该退位了。今天把他交给你，不是因为赌约，是因为你那天在城门口说的那句话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可以安心出海了。这些年，所有藩王都发誓要保境安民，但他们说安民的时候，指的是百姓别给他们添乱。只有你说的是让百姓安心出海。盟主言重了，江南不是我一个人，是在座所有人一起守住的。老朽活了67年，见过太多人，有人为权，有人为钱，有人为名。你跟他们不一样，老朽也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，但就是不一样。孤言的事，老朽有所耳闻。他那份从京城带出来的密图，老朽年轻时曾见过他文。那上面有一条路，画的不是山川关隘，是人心。大人，请治罪。水师到了哪里？距江宁还有200余里。头船上刚收到信鸽，昨夜风向骤变，船队陪散。最快的几条大船载炮过重，在逆风中1天走了不到30里。准备笔墨，我要给主公写信。江南给了他，倒也罢了，但离岛那一战，陈宇，你到底是个什么人？王爷，北凉急报！宿敌撕毁互不侵犯协定，正发兵疯狂攻打北凉。他知道我在江南，趁我主力不在打我的后院。王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召集所有人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老朽立即调拨粮草和药材。你带多少人先走？玄甲为亲兵200，其余主力随后跟上。200人？宿敌这次是趁虚而入，至少动用了数万兵马。我是去稳住防线，不是去决战。主力抵达之前，不能让边境溃散。好，江南这边老朽替你顶着，你安心去。老爷，您是说那位姓顾的先生？你不回来，我不会原谅你。王爷，别声张，别让兄弟们看见。毒发了。沈统领当年给的解毒丹吃完了，最后1粒在南疆行军时就已经吃完了。我去找军医。军医没办法，这是北戎气毒。当年沈统领说过，百草解毒丹只能压制，想彻底去毒，必须找到北域寒玉。北域寒玉在哪里？北域雪原深处有一处千年寒潭，寒潭底有寒玉梅，能克制天下万毒。但雪原深处是无人区，连猎户都不敢进去。沈统领当年说，此药极损元气，每服用1次便伤1分根本。若想彻底去毒，需寻北域寒玉，而这只能靠你自己。末将去找。你不能走，全军还指着你，宿敌的军队就在300里外，你是前线主将，你要是走了，军心就散了。这位将军中的毒，老汉或许能指条路。莫慌莫慌，老汉是山里的猎户，在这片山里钻了40年，今晚追一只雪貂追到这洞口，听到你们在说话。刚才听你们提到北域寒玉，老汉知道一个地方。你怎么知道寒玉？这是老汉爷爷留下的，他在一个矿上干了20年。
从这儿往北走30里，有个废弃的冰窟矿道。那矿道在我爷爷那辈儿就塌了，塌方前，矿工们在矿道最深处发现过一种透骨凉的青玉，握在手里像是握住了一块冰，放一碗水里，水过一会儿就凉透了。矿上的人都管它叫寒玉。矿道塌了多久了？少说也有5、60年了。塌方后，矿主带着人撤了，再没人进去过。不过老汉10几岁那年，有一回追一头受伤的野鹿，追到了矿道口，那鹿钻进去了，老汉没敢跟进去，不是怕塌方，是里面有一种声音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喘气，很慢很沉。不是鬼怪，矿道废弃多年，里面可能淤积了沼气，如果还有通风口，就会有气流，有气流就会有声音。沼气是什么？还有一种可能，废弃矿道里如果有寒潭，水中会溶解大量气体，一旦水面被扰动，气体释放，人会瞬间窒息。但只要能找到寒玉，天亮我就带人去找。你留下，给我10个人，你必须在明天傍晚前赶到前线，稳住防线。宿敌不是傻子，他一定在盯着我们的动向。你的旗帜只要出现在前线，他就知道我还活着。这是军令。王爷，您的身体……陆征，你跟了我8年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，还能撑几天。这几天里，我这条命还舍不得丢。诺将，遵命。找到前线，打1天，守1天，等我回来。老汉天亮给你们带路，那片山老汉熟。就是这里，老汉不进去了，里面有动静，就赶紧退出来。这东西要是还在喘气儿，说明里面还有活路；要是不喘了，没错，就是这里，这就是寒玉的气息。准备火把、绳子、湿布都蒙上，里面有沼气，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气，吸多了会头晕窒息。用布浸水蒙住口鼻，一旦觉得头晕就退出来。如果看到火把火苗变成蓝色，立刻趴下，不要呼吸，往洞口爬。记住，寒玉可以再找，命只有一条。王爷，您还要亲自下去，您的身体……寒玉长什么样，只有我知道。沈头领当年描述过，通体透亮，握在手里像握着一块冰，放在水里能降温冻冰。你们去了也认不出来，这破身材死不了。这些凿痕不是1天留下的，可能挖了几年、10几年，有人在里面死过。人力挖出来的矿道，每一寸都是人用命换的。能挖出寒玉的地方，一定也埋过人。找到了，就是这个。别散开！这种穴区生物常年不见光，视力退化了。它靠震动和体温追踪猎物，把火把扔掉，扔到不同方向，让它分不清哪个是活人。冷，正好，让身体冷下来，毒发会变慢。正好，给我一点时间。找到了。王爷，拿到了。拿到了。王爷，那这东西能把毒全解了吗？能解9成，剩下那1成早就渗进骨髓里了。不是毒了，是伤。伤要慢慢养，不是靠一块玉能治好的。但现在足够了。回去告诉陆征，东西找到了。接下来全力赶往前线，宿敌还在等着我们。他敢带200人闯营，就是算准了我会去劫营，不要去送死。主公，陈曦不过区200残兵，何惧之有？你以为陈曦只是个普通的藩王？不，他是个怪物。我靠杀伐和重鼎逼着天下人变强，他不用鞭子，却能让成千上万的人心甘情愿为他赴死。他废了关卡，散了权力，反而攥紧了整个江南的钱粮。主公既然如此忌惮，为何？我发自内心的敬重他这等通天的手段，但我绝不理解他的天真。把权力交还给泥腿子，一旦失控，就是万劫不复的深渊。我是法家之主，这乱世的病只能按我的重钉来医。明日决战，我倒要看看
是他那可笑的希望印，还是我这3万重甲铁骑的刀印？王爷，末将守城不力，连失3城，请王爷治罪。先起来，治罪是打完仗的事。现在我要你告诉我，对面那个人的主力布防位置。他这样布阵，左翼靠河，右翼抗山，中军居高临下，是典型的防守反击阵型。他在等我正面进攻，然后用重甲骑兵冲垮我的阵线。那我们不急，先稳住防线，让他多等几天，等他的耐心耗光了，破绽自然就露出来了。对面那个人派了使者来说只要您归顺于他，您还可以继续做北凉王，所有的改革他都可以保留。他还真会说，保留我的改革，说的好像我的改革需要他批准似的。明日卯时，全军列阵迎敌。王爷，手怎么样了？不妨事儿，照样能拉弓，能砍人。第一次上阵，回王爷。是。叫什么名字？赵小满。好，赵小满，明天你跟在我身后，我让你往前往前，让你往后往后，听懂了吗？明天会很吵，会有很多人死。你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活着，听令，服从，保护好你旁边的人。我带的兵，从不靠送死来迎仗。听见没？王爷让你跟着他，你小子祖上积德了。还没到写遗书的时候。臣务，最后的机会，归顺于我。你的北凉改革可以保留，土地、你的军队、你的王妃都不会受到伤害。我需要的只是你的臣服。臣服？你搞变法是想让天下更强，我做经济是想让天下更富，目标本是一样，但你选择用恐惧让人服服，我选择用希望让人追随。今天我们谁会赢？让将士的刀枪说话。预备队，顶上去，死也要堵住！退回去！王爷给信号了！玄甲军冲锋！你跟我没什么仇，你只是站在了另一边。所有阵亡者不分诋毁，一律造册安葬，伤兵按北凉标准救治。回去告诉他，此战我败，3年之内我必卷土重来，届时绝不再犯轻敌之错。王爷，他说3年，您信吗？信。他这种人说3年就是3年，不会多一天，也不会少一天。不过3年后，他面对的不只是我。
归附藩王，保留3成土地收益权，余下7成纳入公共财政。刀枪能杀人，制度才能聚人。天下大事不是靠杀出来的，是靠规矩立起来的。我要的不是你们的膝盖，是你们的心。这14条，每一条都是铁律。对我是，对你们也是。王爷，京城急报，权臣竟开始疯狂镇压异己，京城300名官员已在过去10日内被捕入狱。他还放话说，若北凉军逼近京师100里之内，他便挟持小皇帝焚城，玉石俱焚。他终于开始慌了，我要在他动手之前挖掉他的眼睛，拔光他的牙，让他连火把都点不起来。12名印勇是时候动了，这一次我要亲自去。你要亲自去？必须去。京城印应需要我亲自联络调度，权臣在宫中布满了眼线和机关，其他人去我怕拿不下。你还记得上次去京城之前，你给了我那封遗书，让我天亮再拆。这一次，上一次我写遗书是因为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出来，这一次我不写了，因为我知道我一定会回来。连你也走了，李侍郎，他今早递了词中。李侍郎只是墙头草，能打的人，我都替你留下了。北凉军已到京畿外围，我现在连御膳房送来的饭都不敢吃了。饭可以不吃，人不能留。小皇帝留在宫里1天，就是给陈教留一个名正言顺入京的理由。朕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父皇在问你怎么还没死。杀了这孩子，现在。顾衍那个蠢货，他居然信你这种自诩能拯救天下的人。当年那场火烧得那么疼，他却为了那可笑的苍生，连命都不要。他信的不是我，他信的是这天下本不该如此黑暗。你和他同为太子护卫，从同一场大火里走出来，他选择用命去扑灭火，你却想把所有的无辜者都拖进火坑里陪葬。这世道本来就是个吃人的火坑，我不过是拿着他们递上来的火把。我不信苍生，我只信手里的刀。顾衍信你，所以他死了。所以你的刀断了，因为你握刀的手早就腐烂了。告诉顾衍，我在地底下等着再跟他打一场。那一次，我不会再用脏手的招了。王爷，权臣已押入天牢，宫中禁军全部换防完毕。鬼面死了，他终于死了。顾衍最后还想着给他求情，
这就是顾先生，他就是这样的人。我在此提出君主立宪制的构想。这是什么？臣痴！你这是欺负陛下年少，废除皇权独尊，让泥腿子议政，这是乱了纲常，毁了祖宗留下的礼法，你居心何在？这位大人张口闭口礼教纲常，敢问大人，平阳城被北戎围困时，您的礼教挡住了敌人的弯刀吗？江南大水，百姓一子而食时，您的纲常变出了赈灾的米粮吗？放肆！后宫妇人焉敢在此干政？我不是后宫妇人，我是与北凉指10万将士同生共死的北凉王妃，我手里拿的是平阳之战3000阵亡将士留下的绝笔家书，他们用命换来的太平，不是为了让你们坐在金銮殿上，继续用所谓的祖宗之法去洗天下百姓的血。王妃的话就是本王的意思，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谁还有异议？你的事，我算是做完了。如果有来世，来找我，我要跟你喝一回，不醉不归。王爷，按您说的新配方，射程又提升了3成。王爷，各位大人，俺们北凉今年农具损耗太大，能不能减免一些农具税？矿山开采权凭什么只给那几家大商后？我们这些小作坊连口汤都喝不上，还有关卡费用，从江南运一匹布到京城，光过路费就占了成本的3成。成何体统？一个打铁的，一个卖布的，一个种地的，也敢在这庙堂上指手画脚？这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，不是泥腿子的天下。李阁老，10年前你被权臣下狱时，有没有一个士大夫敢在这朝堂上替你说话？是一个铁匠冒死给你送了3个月的饭，是一个卖布的替你收敛了被害死的儿子。你说天下是士大夫的天下，可士大夫让百姓饿肚子，让国土被侵占，让忠臣被冤杀，而那些你看不起的泥腿子，他们种出了粮食，织出了布匹，打造了兵器，守住了国土。这个天下从来都是他们的天下。王爷，您怎么看？这帮人吵了3天，但每一件提案谈的都是实事，从运河水闸的闸板木材到矿工的井下通风，全是货真价实的日子。这就是我们要的。朕听人说过，先帝在时最信任的人里也有你。朕现在明白了，先帝为什么信你。陛下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国家不再是某一个人的，它是所有人的。女子亦能读书明领。王妃，这已经是第3批孩子了，学堂的屋子不够用，还有20多个孤女在外面等着入学，连走廊都快坐满了。不够就再扩，把隔壁那个空院子买下来，改成宿舍教室，钱的事我来想办法。嫂子，东西都备齐了，不过户部那边说今年的教育经费已经超支了，再批钱得等下个月资育会开会审议。不用等户部，我已经让人把西郊那300亩嫁妆田卖了，银子明天就能到账，足够撑到明年开春。陈图说过，心智的根在教育。顾言走的时候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东西都备齐了。我不想看到任何的孩子像当年的蓉儿那样无家苦归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这么晚还不睡，小心累坏了身子。今天又收了7个战乱孤儿，都是从南边逃过来的，父母都没了。我想把学堂开到各州去，让天下所有的孤女都有书读，有饭吃。好，明我就跟资会提，把孤女教育纳入国家财政预算，以后不用你卖嫁妆了，有国家给孩子们撑腰。
话说这北凉王定鼎京城，颁下新法。都是从哪儿找来的怪人？你的事都做完了吗？快了。权臣已除，但诸位，我有没有想过，这10年来为什么权臣能一手遮天？不是因为他有多厉害，是因为这个制度给了他一手遮天的机会。皇权不受约束，必然滋生权臣。只要制度不变，这个循环不会结束。大逆不道，皇权天授，岂容你在此妄议？你这是要谋反！请陛下诛杀臣君，以正朝纲。够了！朕在这个皇位上坐了5年，这5年里，朕没有一天不怕被毒死，没有一夜能睡个安稳觉。你们口口声声说皇权天授，陈王说的对，只要制度不变，今天杀了1个权臣，明天还会有第2个。朕愿意退位，换一个再也没有权臣、再也没有战乱的天下。陈王，你白天在朝堂上说的那些，朕全都听见了。朕知道你们都觉得朕还小不懂事，但朕在那个权臣手里活了5年，朕学会了怎么看人脸色，怎么揣摩人色，怎么在这种地方活下去。你提出那个制度，朕想了很久。皇帝还是皇帝，但不再是那个谁都想坐在屁股底下的位置了。朕不需要再担心有人给朕下毒，不需要再在半夜被噩梦惊醒。这就是朕想要的。陛下比朕想的要聪明得多。聪明有什么用？父皇临死前对朕说，坐在这张椅子上的人，迟早都会被这把椅子吃掉。朕不想被吃掉。这个，给你。朕交给你，是交给你那个新制度。臣会以性命担保，陛下退位不退尊，永远是这片土地的象征。没有人能伤害陛下，包括臣自己。朕信你。王爷，草民有个问题，您说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，真的包括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吗？你在集贤馆时写过一篇文章，说权臣当道时人人自危。你那篇文章里写过一句话，法律是给弱者用的，还是给强者用的？现在你自己回答我。法律是给所有人用的，因为如果今天我们可以不经过法律就处死权臣，明天就有人可以不经过法律处死我们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规矩写下来，让所有人都能看懂，让所有人都能遵守。王爷，有句话我一直想问，您说那些规定约束的是所有人，包括你自己。对，包括我自己。权力的可怕不在于他能做什么，而在于拥有权力的人可以不受约束。我不是圣人，我也会犯错，所以更需要规矩。王爷，写了1页，总算写完了。写完不算，有人愿意守，才算规矩。王爷，前朝旧将拼凑3万兵马，打着营地复辟的旗号，已经围住京城北门。来得倒快！废约法，迎陛下，恢复祖制，归还士族田庄，重定尊卑。归还田庄？那我家刚分的地怎么办？将军只说来请命，没说要替地主抢地啊！王爷，3万乱军全挤在北门外，10门红衣火炮已经校准，2轮齐射，必能轰垮前阵。兵临城下，迟则生变，请王爷立刻下令开炮。末将率玄甲军出城，炮火一停，立刻冲阵擒将。3万人里，真正属于旧贵有多少？司兵，家棒和前朝旧部不足2000，其余都是临时调的屯兵佃户和旧军士卒。这2000人要拿回田庄、免税和世袭官位，这28000人要保住田地、军饷和一家老小。可他们现在站在一起，还都拿着刀，站在一本账上，不代表分到同一笔钱。王爷的意思是，兵谏若成，旧贵拿回特权，底下的兵却要交回田地，继续替他们卖命。他们不是一条心？当然不是，这是2000个旧贵拿28000条命给自己赎回富贵。可若不开炮，城门一旦失守，京城怎么办？约法第1条，保障每个人的性命和
和基本权利。新制推行第一天，我们就把28000个被裹挟的人轰成尸体。以后谁还信这部约法？不打，他们会以为北凉怕了。开炮，只能算清伤亡账，把他们的利益拆开，才能算清人心账。王爷，您的身体。撤下火炮，弓弩不得上弦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准放箭。不开炮，如何退敌？我去告诉那28000人，他们替旧贵拼命，最后会失去什么？末将随您出城。你留在城内，外面有3万人，所以我才不能带一兵一卒。带兵出去是逼他们旧贵一起打，我一个人出去是让他们自己选。若他们不讲道理呢？那就先让他们听完这笔账。王爷，只要他们敢动，末将立刻带兵杀出去。守住城内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兵一卒都不准出来。开城门。我是北凉王陈玉，你们谁觉得我说错了，站出来。但有一点，冤有头债有主。劝你们来的那些人现在在哪儿？他们在你们背后喝着茶，等消息，而你们站在这里，被当成火中取栗的那只手。我家去年已经分了田，凭什么要退回去？跟着干了3年仗，到头来还是给那些老地主扛活吗？连夜赶制新的安置文书，明天一早给降兵登记造册。王爷，罪将请死，降兵无辜，请王爷放过他们。将军忠于自己的信念，我不怪你。问你一句话，愿不愿意为新制度效力，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？没有杀，谁没杀？兵阵的降卒全部不杀，军官留用原职原俸，士兵发遣散费，愿意留下的便入北凉军。我儿子就在兵政军里当火头兵，前几天我吃不下睡足，现在总算能合上眼了。必须亲自南征，不是为了再打一场大仗，是为了让南方真正纳入新制之下的统一版图。你们听着，这不是什么山神诅咒，这是瘴气，是森林里的腐败物质在湿地积水里发酵。所有饮用和炊食用水需煮沸放凉，病号与健康兵分区预置。营地周围全面撒生石灰，搭建茅厕需远离水源和伙房。军医说你也得喝。军医私下告诉我，王爷体内的旧毒虽然被寒雨压住了，但南疆的湿热环境会加速之前被毒素侵蚀的旧伤恶化。如果再拖下去，先打完这一仗再说。他们退了，哈哈哈！我就说这帮北姑受不了南疆的鬼天气。谢了，顾先生。打完仗再谢他。真的假的？分田地，还不用交那么多税了。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保留我的自治权？我之前可是公开分裂割据，不接受约法人。自治权不是赏赐，是期待。南疆的治理需要熟悉这片土地的人，只要遵守约法的底线，自治权在某种意义上比直接派人来管更划算。你愿不愿意当那个值得被期待的人？我记下了。
我刚刚算了一下，从北凉起兵到现在6年了，是6年0.4个月。哈哈哈哈！我从来没见过一个人能把日子算得这么清楚。矿山开采权不能全给大官贵人，我们铁匠也要有份儿。盐太贵了，我们山里人吃不起。成何体统？一个打铁的，一个南蛮子，也敢在这神圣庙堂之上指手画脚？李阁老，如果我们不能让一个铁匠的声音被听见，那么下一个冤案落在你头上也好，落在我头上也好，都不会有人替你说话。资议会不是装饰，是这个国家的镜子，它要照出每一个人的日子，种地的、打铁的、织布的、贩盐的，他们的声音被听见，这个国家才能真正站起来。父皇，朕做到了。王爷，江南商路已恢复80%，但旧关卡撤除后，有12个县的地方士绅联名上书，说废除关卡导致他们的收入减半，要求恢复旧制。他们的收入减半，是因为以前可以随意设卡收费。回复他们，关卡不恢复，但地方士绅可以申请加入新成立的商贸商会，参与统一市场的运营分红，给他们一条活路，但不是原来那条。诸位继续，我去就回。王爷，3则消息：其一，南方3州有旧贵族暗中串联；其二，前朝遗老在京城秘密聚会；其三，有人重金悬赏资议会代表的项上人头。旧贵族、前朝遗老、宿敌残余，我刚好借这个机会，让天下人能看看心智的底线在哪里。继续监视，每日一报，不得打草惊蛇。父王，你看我写的字。这个安字写的不错，不过宝盖头再小一点，下面的女字再舒展一点，就更好。任何变法，最终都会面对一个难关——人心。等新鲜尖字过了，老百姓发现日子还是要一天天过，他们会不会开始怀念旧时代？我担心的不是老百姓会不会怀念旧时代，我担心的是你把自己当成了新时代唯一的支柱。你总说制度比人强，但你做什么事都亲自下场。你要休息，这件事你也要听我的。诸位，老朽今日召集大家，只为一件事。陈宇搞的这个资议会已经通过了他的君主立宪方案，再过几个月，我们这些人世代理应书香门第将彻底被架空。我连这庄子上的佃户都管不了了，他们现在拿着什么约法，直接去了县衙，告我克扣公祠，告他们的东家。所以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老朽已经联络了南方3州和中原几处旧部，我们计划在下月的资议会全体大会上动手，在会场内同时发难，逼迫陈玉废除约法，恢复旧制。果然是他们。王爷，要现在就抓人吗？不抓，让他们把计划做完。我要让所有人看到，新制不是靠我一个人的刀来维持的。等到他们在大庭广众下暴露意图，资议会、内阁各州代表一起下令弹压，那就我在镇压他们，是制度在镇压他们。还有2周，这2周里，给我盯紧每一个跟他们接触的人，一个都不要漏。等他们全部到位，我们收网。南疆盐价已下调3成，各州土地张扬完成7成，运河输救工程预计于明年春开工。老朽有一言，不吐不快。这个资议会，嘴上说代表天下万民，实际上不过是将旧日王权分给了几个新起的商人头子和泥腿子。祖宗之法既废，国将不国。祖宗之法，你也配提祖宗之法？大胆！过去2周，你们在京城密室召集7次会议，派人往返3州，联络旧部3000余人。你准备在今天动手的37名死士，他们今早出门前就已被我们的人悉数控制。周阁老，你说祖宗之法不可废，那我问你，祖宗之法里有没有说过老百生下来就该给士族当牛做马？资议会成立的第一天我就说过，这个国家的未来
不由任何一个人决定。所以，今天对周阁老及其同党如何处置，我不独自裁决，由资议会投票决定。仇恨不能终结仇恨，制度可以。周老一案成为新制推行过程中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，它向天下人展示了新制度的底线，不是不惩罚，而是惩罚必须经过法律的裁决，而非个人的意志。刘放，这算什么惩罚？就该满门抄斩！我看这比砍头更难。告示上那行红字写了，连惩罚都必须被人盯着，流放路上还要每月报告，这是怕底下的人乱来呀。没有人统一认识，但这种争论本身就是新制扎在泥土里的第一根须。旧贵复辟是必然，不是偶然。他们是新制淘汰的旧制度受益者，不会因为一次失败就放弃。新制度的防火墙必须提前修筑，不是杀更多的人，而是让更多的人在制度里拥有话语权。该歇了。陆征，你跟我打了这么多年仗，你怕过吗？怕过，但更怕的是，如果没有您，这个世道会变成什么样？以后就不需要如果没有我了。制度在那儿，谁走了都有人接上。王爷，王爷！父王，这就是你说的农业革命吗？这只是开始。王爷，以前一个熟练织工一天能织2匹，现在用新式纺揣加上蒸汽动力，产量是以前的5倍。但这批机器吞棉花太快，江南的棉花已经不够用了。打通南北运河支线的清淤工作必须提前，鼓励河南农户扩种棉花，由织造坊按保底价收购。我爹死在井底下，就是被闷死的。如果当年有这个牌子，他可能还活着。约法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某州府呈报的新建学堂40所，实际开工20余，完工不到10所，剩下的还停在纸面上。是不是要降职彻查？不用等到查完，现在就可以把已核实的虚报数目张贴到资议会的公告栏上，让所有代表都看一看。虚报不丢人，丢人的是被人家查出来。部臣提议出台地方政务核查条例，刻不容缓。包括王爷本人在内，内阁所有成员的政绩报告均需接受资委会核查。天地生万物，人最灵，人能团结，则力最大。为什么不让孩子们读经书？经书要读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的孩子得先学会认识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怎么治理它。今天我们不止点亮一盏灯，是点亮一条路。我看悬，这么个铁疙瘩怎么动？嘘，别乱说。快看，这铁疙瘩真能转起来。点火！成了，我们成功了！这股力量比任何帝王都强大，它会改变这个世界。你们就是新时代的开创者。给试验成功的关键技师每人加3个月薪俸，
另批建厂房，预备投入矿山抽水。从今天起，歌务院所有研究经费翻倍。3年之期将近，我用了3年时间验证，发现你的路可能比我的更远。能否京城郊外一见，仅2人，不带兵，不设伏。王爷，这可能是陷阱。如果是陷阱，他不会用时日无多这4个字。他不是那种人，他想见我不是为了认输或复仇，可能只是想找个人聊聊这3年看到的答案。备马。3年前我退兵时割发为誓，说要卷土重来。回去后，我认真研究了你的北凉模式，开始觉得你这套靠释放活力来驱动增长的做法，可能比我自己的严刑坚法走得更远。我当年轻敌，不是清了兵力，是清了你做的事儿。你的变法也没失败，只是太急。你的所有施政措施都在试图用国家机器替代民间活力，但你还活着的时候，可以靠自己约束整个机器。机器不听人的话。你说的市场，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市场是土壤，土壤好了，种子自己会发芽。打算怎么走后半段路？我没有后半段路了，继续改革自己的根据地，用你的方法，能改多少改多少。想写一本书，把自己这些年犯的错都写出来，让后来人少走弯路。写好了寄过来，我让资宇会刊印。你就这么确定我会把书稿寄给一个敌人？难道不是2个旗鼓相当的同行？王爷，江南秋粮收成大涨，南疆王也主动下调了盐价。准了，这个人现在倒比资议会还积极。你还有什么没做完的事？带蓉儿去看一次开春的麦田，和陆章吃顿便饭，然后把所有的权力彻底交出去。陆章，以后你的职务是北凉防区总兵，军权移交兵部，军队不再是任何人的私兵。王爷，你要把防线交给一群文人，制度比人强，军人的枪口永远不能对准资议会。军队是国家的盾牌，盾牌绝不能反过来砸自己的家人。这是我给你下的最后一道军令，替我去守护这个新国家的底线。末将遵命。诸位代表，从今日起，内阁总理一职由资议会推选，军政大权全部分离。我陈宇以藩王身份签署的最后一道命令是废除藩王制。永远不要忘记，你们坐在这里，是为了让每一个种地的、打铁的、贩盐的人都能活得有尊严。这份尊严是他们用汗水和命换来的，你们欠他们的。蓉儿，以后这片天下是所有人的，包括你。你想当代表，想开学堂，都可以。没有人能再替你写命帖。父王，我记住了。王爷，吃饭。好，吃饭。带蓉儿去看看春天的麦子，告诉他父王最喜欢看的就是麦子熟的时候。好，我都记下了。我这辈子该打的仗打完了，该立的规矩立起来了，剩下的交给后来人吧。夫君。陈云，天下太平了，你去看你的麦浪吧。
母妃，南海铁路通车了，运费降了40%，南方的粮食现在6天就能到北方。他在的话，肯定又要挑毛病。哈哈哈，这铁疙瘩要是在当年，王爷肯定得说，有这个东西还愁天下人吃不饱饭。